Hello， 大家好，我是伟权，欢迎回来我的频道。很快啊，我们就迈入到了4月份，也就是我们的戊辰月。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我们很快呢就要走完2024年的1/4了，我们还有3/4要走下去。那这个戊辰月啊，我会觉得是今年比较重要的其中一个月份。那我为什么会这么说呢？这个视频呢就想跟大家分享3个你需要知道有关戊辰月的事情。首先，第一个，你可以看到这个戊辰呢，戊上面是一个属羊的土 ，OK， 五行里面的土。那辰呢本身里面也是有一个戊土，是一个比较主要的一个元素。这里可以看到呢，上面是戊土，下面也是戊土。大家有没有觉得很熟悉呢？对，这个在去年的时候啊，我们也是有经历过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月份，就是我们那个月份的能量啊是非常的纯，或者非常集中在某一个元素上。那这个月份呢，我们就会特别感受到一个很强的土的能量。所以在这个视频的后半段啊，我在分析每个日主的时候，它的那一个感觉或者那个情况啊，你都可以乘2。OK， 都可以加倍的让你感受到或者接受到这样子的一个能量啦。那当然，戊土本身啊，它就是一个非常的稳定，或者非常的可以说比较保守、比较不想改变的一个能量。那但是啊，因为辰呢，在今年呢，它是一个太岁 ，OK， 所以它这个能量啊，本身呢都会比较不稳定一点。所以你可以看成呢，就是那些比较硬的土，比较不想改变的一些事物，在这个月份呢，可能会开始松动开来。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在这月份呢，要保持比较灵活、比较随机应变、比较有一点警觉一点的一个情况啦。那第二点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年其实是甲辰年，那这个月份呢是戊辰年，大家有没有看到有2个辰？ OK， 在八字的分析里面呢，辰遇到辰的时候，我们是变成一个自刑的一个情况。那这个自刑啊，代表的是什么呢？它代表的是一种自己制造的一种麻烦，自己制造的一些烦恼，或者呢是你自己的一些行为举动或者一个决定啊，导致你让你自己呢陷入一个很不好的一个情况。所以在这个月份呢，会比较多人啊做类似这样子的一个决定。你会觉得啊，为什么这些人要做这么奇怪的一些事情啊？但是很多时候呢，你是无法解释的。我举一个例子，就好像抽烟 ，OK， 他去一天抽很多支烟，这个对他有什么好处呢？他除了危害他的健康，也让他浪费金钱，一点好处都没有。OK， 这个行为呢就很像自刑。OK， 所以我会提醒大家，在这个月份呢，要多留意自己啊，你是不是自己在伤害自己，或者自己在 sabotage 自己这样子啦。那尤其啊，你的八字里面在年月日时，你的八字里面有辰。OK， 所以怎么看呢？就是说，你如果可能是出生在龙年 ，OK， 或者你是出生在4月，就是这个月份 ，OK， 不然呢，你出生的是龙日，就是辰日 ，OK， 这个呢，你要看你自己的八字才会懂啦。那不然的话，就是你可能是出生在辰时，这个辰时呢是早上7点到9点，任何一个就是年月日时啊，任何一个有龙的话，你都会比较容易受这个情况所影响。那我就会建议大家多留意一下自己的这些思维、自己的一些举动还有决定啦。那第3个呢，就是这个月份呢，我们有的一个吉星是有太岁，有华盖，还有一个叫金鱼的一个吉星。那这3个呢，基本上啊都是跟你说你要去尝试一个新的可能性。因为华盖呢是一个比较创意的，它还有很多的一些新的点子，你很想去尝试，很想去创新。那金鱼呢讲的是一种关系，一种人际上的关系，所以呢，它可能说的就是你要用一些比较有创意的方法，或者比较勇敢踏出去，去建立一个新的一个人际关系啊，可能呢就会给你带来很不错的一些机会了。
因为毕竟啊，本身这个太岁的月份啊，讲的就是你要主导 ，OK？ 因为太岁讲的就是你今年是主角嘛，那主角的就是你要做什么呢？每一个人都看你是怎么做决定，每个人都看你到底在这个月份会做什么事情，所以你就要做对的事情啦。OK， 那其中一个方向呢，就是说你可以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了。好，那以上呢就是在这个戊辰月啊，你需要懂的3件事情。那接下来这个部分呢，我就会进入10个日主，他们在进入这个戊辰月的时候，可能会有的一些机会还有情况。那当然，第一步你需要知道自己的日主啦。我已经拍了好几个视频啊，都有教导大家要怎么找自己的日主啦。那事不宜迟，我们现在就进入主题。首先第一个呢是来到甲木。甲木啊，这月份来到的是偏财的月份。OK， 不要忘记我们是纯土的一个能量，所以上面是偏财，下面也是偏财。那这个甲木啊，这个月份呢是一个怎样的形象呢？就很像你在一座山上面 ，OK， 你是唯一一棵的树 ，OK， 那代表什么啊？就是说你这棵树呢是独占着整个山头。OK， 所以它代表了说，你其实有很多的机会，就是让给你的。OK， 对比其他的日主啦。所以甲木这个月份呢，你需要做的就是真的只选一个 ，OK， 专注在一个。那当然你要先打开自己的一些眼界啦 ，OK， 因为有时候我们看机会的话，如果你本身是一个很保守、很不愿意尝试 ，OK， 你其实啊是很难看到机会的。OK， 但是甲木呢，这个月份呢是有很多的机会会来到你面前，所以你要懂得去觉察到，去抓着它，然后选一个，然后你去深耕它，去让那个机会去发展成为对你有利的。OK， 它就是一个让你赚钱，或者它可以建立起你的一个人脉，或者甚至啊，你可以有一个升职，或者有更多的一个发挥空间的。所以我觉得甲木啊这月份就不要浪费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啦。那第二个呢，我们来到乙木，乙木进入的是正财的月份。那正财啊，相对于偏财来说的话，它是比较按部就班的一个情况。你可以想象呢，在一座山上，因为戊辰是一座山这样子的形象嘛，所以在这个山上面呢，有一些草开始生长起来。OK， 那你想要去到最高的那个点，你是不是需要慢慢生长，慢慢生长？然后这个草呢，就会慢慢扩散，到最后呢，你霸占的整座山都是你的。OK， 所以乙木这个月份呢，讲的是一个比较像杠杆 ，OK， 利用别人的一些优势，或者利用别人的一些资源啊，让你自己可以去到更高的一个成就。但是啊，因为正财呢是比较消耗能量的一种赚钱方式啦，所以你这个月份呢会需要多留意一下自己的健康，自己的一个能量状态，不要让自己操劳过度。只要你可以一步一步的慢慢去做，那最后呢肯定会得到你应得的一些回报啦。那第三个呢，我们就讲到丙火。丙火这个月份进入的是一个完全食神的一个状态。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幅景象啊？就是说你可能去爬山、去徒步的时候啊，看到眼前的一座山，然后有太阳这样子照射下来的时候，是一幅非常美的一个景象。那丙火这个月份就有如这样子的一个画像啦，就是说你有很多的一些点子，你有对未来的一些宏愿的一些视野啊，是非常的宏大的，是非常的广的 ，OK。然后很多人看到呢，都会说哇哦这样子，会说哇哦特别的被你所震慑这样子啦。OK， 所以啊，如果你本身呢，在过去呢都没有特别去把自己的这些想法、自己的一些对未来的一些想象啊，去表达出来给别人知道的话，那这月份呢是很好去让你去做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啦。毕竟啊，人类会因为梦想而伟大啦。那你这个月份呢，你就是那个梦想的代表。那但是啊，丙火也要注意的是，你在这个月份呢，不要过度的停留在只是想 ，OK？ 因为时辰呢，很多时候是有一种过度的理想化、过度的想象，停留在那个只是想的那个阶段，
而没有去实际的去做。所以呢，你要按照你的情况啊，看你要把你的这个所谓的理想或者这个梦想啊，要落实到一个怎样的程度啦。那当然，你也可以只是做一个大家梦想的一个代表，或者去启发人心，去让大家看到对未来一个美好的想象的一个代表，也是可以的。那第4个呢，我们来到丁火。丁火这个月份走的是伤官的月份。那丁火啊，它就有点像在一座高山上面的一个灯塔或者一盏灯。那这个灯呢，是因为在高嘛，所以是不是很多人呢都会很容易看到？所以它的这个能量呢，就好像伤官这样子啦，就每个人呢都会把关注力特别放在你身上。OK， 就算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他们都可以看到你照射出来的这个灯光或者这个温暖。那所以呢，我觉得丁火啊这月份呢，你可以利用你所得到的这些关注啊，去做你们丁火最擅长做的一些事情。那丁火最擅长做什么呢？其实就是启发人心啦。OK， 它的这个月份的能量有点像丙火的一个工作，只是丙火呢是一个更宏大的，还是一个更广的一个启发人心的方法。那丁火呢是比较温暖一点的，它可能是比较一对一的，是比较小心一点的，是比较细腻一点的启发人心的方法啦。那但是啊，我会建议丁火呢也要小心，这个月份呢不要过度的冲动，不要过度的鲁莽，因为丁火呢本身是火啦 ，OK， 火这个能量呢本身就是有一种很容易能量起伏，所以有时候你看到哇，他很开放、很开心、很热忱这样子，但是他陷入不好的情况的时候，他也是可以很凶、很绝情、很负面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因为又配合上这个伤官啊，你很容易呢就会得罪一些可能上司啊，或者一些比较地位比较高的人啊，或者有时候你甚至呢会比较容易想要冲撞一些法律条文或者一些体制上的东西。那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啊，就有点像我们刚才说的自刑，就是说你自己在找麻烦啦。OK， 好，那第5个呢，我们来到戊土。戊土这个月份进入的是比肩的月份。那戊土啊，哇，这个月份呢，它就有点像一座山脉。OK， 戊辰已经是山，戊呢又是山，所以很多山排在一起，它就有像一座山脉这样子啦。OK， 所以你去看到啊，有一座山脉 ，OK， 这样子连着去的时候，你感觉是怎样呢？是不是有一个很强烈的一种界限 ？OK， 有点像我们中国的这个万里长城 ，OK， 你建立了这个所谓的城墙或者这个山脉，它就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界限呐。那这个界限呢是拿来做什么呢？它可能有2个情况。第一个呢，因为它还是比肩嘛，所以它可能代表的是说，你在这个月份呢会比较容易建立起属于你自己的一个社群 ，OK， 然后这个社群呢是非常的紧密的，是跟你非常志同道合的 ，OK， 你们比较没有这么容易接收一些新的人来。OK， 所以也会出现第2个情况，因为你们的这个界限感呢会比较强，所以很容易呢会产生一种比较排外，或者只要你的思想不是很跟这个戊土很符合的话，你就很可能被排除在外面。那当然，我觉得这个情况要自己懂得拿捏啦。OK， 毕竟你要建立一个社群啊，你肯定是因为你们相信某一种价值。你们相信某一个事物，所以它本身呢就是自带一种比较排外的特质的。那当然我们不要过度的排外啦 ，OK， 我们不是要产生更多的一些隔阂，或者产生更多的一些对立 ，OK， 我们只是想你们用你们相信的东西你们相信的一些价值去建立起一个更紧密的一个社群。然后大家可以互相的帮忙，然后互相的配合，从而产生更大的一个作用，这样子。那第6个呢，我们来到己土。己土这个月份进入的是劫财的月份。那己土这个月份呢，就有点像你有一座山，那旁边呢就是一大片的空地。那当然了，很多人呢去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啊，肯定啊是先看那座山。
OK， 比较少人呢会留意到他脚下的那片空地。己土就有点像这样子啦，所以他在这个月份呢，他感受到的是一个比较强烈的竞争感。OK， 他们的存在感呢，很容易被这个戊土呢所抢过去。那所以己土啊，我觉得你这个月份呢要多了解自己的一个强处到底是在哪里，因为你要想啊，如果没有所谓的这个土地，没有所谓的这个基础的话，其实也不可能会有一座山在那边。OK， 所以你要看到的是啊，山有山的作用，土地有它的土地的作用，所以你要坚持的，你要看到的是自己的一个价值啦，然后从而去发挥你这个己土的一个能力。那己土最强的能力是什么？当然就是一个培育的一个能力，去生长一个东西的一个能力啦。OK， 那当然了，在我们进入到劫财的月份啊，我还是要提醒的，就是你要多留意自己的一个花钱的一个情况，就不要随便就大花，然后把钱都花在一些不知道哪里的地方。好，这是己土。那第7个呢，我们来到庚金。庚金这个月份进的是偏硬的一个月份。那庚金啊，这个月份走的是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月份。那怎么说呢？你可以想象啊，就是你去这座山或者这座矿山里面啊，去挖矿的时候，你很有可能呢去挖到了一些新的矿物出来。然后如果是以前的人的话，他们会挖出来说，哇，那这个矿物要拿来干啥呢 ？OK， 所以这个月份呢，庚金就有点这样子，它是一个让你去探索新的可能性，探索你自己可能之前没有尝试过的一些事情。或者你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力，或者一个这样子的技能，所以我觉得庚金啊这个月份呢，可以保持一种比较开放的态度去进行探索，去进行一个新的学习，看自己是不是真的除了你现在所懂的这些知识，或者你现在所拥有的这些技能啊以外的东西是什么 ？OK。可能呢，你会发现有意想不到的一个新的一个世界。OK， 所以这个就是庚金。那第8个呢，我们来到辛金。辛金这个月份走的是正印的一个月份。那辛金这一份又是怎样的形象呢？它就有点像在一座山里面，你去挖，OK， 突然间你挖出了一颗钻石。OK， 就是说这座山。它产生出了一颗钻石，所以我觉得辛金啊，他要做的事情呢，就是去回看，去问自己啊，你懂的东西是什么？你现在你身上到底学过什么东西？你有练过什么技能？你有去上过什么课程啊？你有跟老师学过什么东西啊？这些呢，我们在学的时候啊，我们都是处于一个只是吸收的一个状态。OK， 但是其实真正比较好的一个学习方法是你在学了过后，你有没有把它提炼出一个东西出来 ？OK， 就好像这座山，它有没有生产出一个钻石 ？OK， 如果它可以生产出一些东西来的话，那你之前学的这些所有东西就是有价值的。OK， 不然的话，它只是一座山。OK， 就好像你学了一堆的知识，它也只是知识。如果它没有可以提炼出一些东西，没有办法去生产出一些东西的话，那其实是这座山呢也没有什么特殊的一个价值。所以你这个月份呢，我会讲它是一种 refinement。OK， 把你所懂的 knowledge， 就是你的这些知识，你学过的东西，去如何去 refine 它。OK， 从而去生产出一个有价值的东西。好，那第9个呢，我们来到壬水。那壬水呢，这月份走的是七煞的月份。那大家看到七煞呢，对壬水呢这一份会比较的不舒服一点，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强的七煞的能量。那壬水啊，这个月份呢，就好像啊，你是一个河水或者也是海水。OK， 你突然间呢被一个堤坝 ，OK， 就是一些好像水坝 ，OK， 或者一种防洪堤所挡着你的去向 ，OK， 你不能去
去到你想要的地方。就是说，简单来讲，你不能随心所欲 ，OK， 比较没有这么的自由。那对可能一些认嘴来说啊，它就会是一种非常大的挑战，因为他们追求的就是比较自由、比较我行我素的一种做事方式。那所以来到这样子的月份的时候呢，他们通常呢有些会不习惯，或者他们可能身体呢也会出现一些状况这样子。但是呢，我觉得啊，大家可以其实换一个角度来看事情。你要看啊，如果水它就是因为有这些好像水坝或者这些堤在阻挡着它才能比较好像停留下来。OK， 有一种好像休息一种的状态，还有点像蓄劲。OK， 你可以想象水坝啦。OK， 如果水坝它没有这个堤。OK， 这个建筑呢去阻挡它的话，它也不会有下一次的，就是它让那个水开始流动的时候，才会产生一种的发电。OK， 所以你可以想象呢，这个月份呢，就有点像让你去休息 ，OK， 让你去蓄劲 ，OK， 去观察自己的一些局限 ，OK， 或者观察自己的一些状态是什么。因为很有可能啊，壬水啊，在过去一直以来，他们的做事方式呢，都是我想去哪里我就去哪里，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们比较少呢，是受一些东西去局限的，尤其是如果你的八字没有这么多的戊土的话，那所以这个月份呢，因为有这个戊土的能量来做一个好像stop 这样子的一个提示啊，我希望你可以用来去提醒一下自己，做一个自我审查。自我观察的一个月份，当它泄洪或者水坝开放的时候，哇，你就可以再去下一个更高的一个阶段啦。好，那第10个呢，最后一个，我们来到癸水。那癸水这个月份走的是正官的月份。那癸水啊，这个月份比较有趣的是，你可以看到一幅是好像一座山，然后这个山呢有很多的云在围绕着它。所以癸水这个月份呢，就有点像。你要在你现在有限制或者你在所允许的范围里面去发挥你最大的一个作用，因为它跟壬水有点相似，因为这个土的能量呢都是一种比较阻隔 ，OK， 都是比较控制这个水能量的一个能量，所以癸水呢这个月份呢，你可能感觉我被限制着，我被局限着。OK， 但是你可以换一个思维去想，在这个限制里面，我可以做的最大的一个事情是什么？我可以发挥到，我可以 push 到最极限、最 limit 的那个线到底在哪里 ？OK， 而且呢，我觉得啊，有时候癸水呢是需要一点的这样子的限制 ，OK， 就好像水汽，它需要一点的聚集，还有一点的凝聚。它才会成为云，云聚集多了才会下雨 ，OK， 它的那个作用啊，才会比较容易出来。所以如果你是太过没有局限它的，没有东西去控制它的，你是一个好像很飘逸、很飘散的一个能量啦。所以很多时候呢，可能你就没有办法去完成一些你想做的一些事情。所以我想建议癸水的是，有一些限制呢，不一定是一件坏事。好，那以上呢就是10个日主在这个4月份，也就是戊辰月可能会有的一些机会还有情况。欢迎在下方留言让我知道你是哪一个日主，然后你打算做什么呢？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视频的话，记得点赞，还有分享给你的家人朋友。那我们下一期视频见，拜拜。